要的咖啡来喽！新来的，我让你拿文件呢。赶紧啊！速度这么慢，是不是没吃饭？马上。自打我来这沈氏集团当实习生，1个月来什么正事儿也没干，天天被人牛马一样使唤。别挡道！没看见沈总要走这条路吗？还不快给我滚开！啊！沈总，他就是为了想亲你，自导自演英雄救美。对，文件夹就是他踢的，他是故意的。这种情况下，这嘴对嘴的概率它不足1/1000啊！这也太巧了。把这人的部门主管叫来，我要把他给开除了。开除可以啊，那你先把我给松开。来人，给我跑！我自己走。沈总，他何止是嚣张，他简直是嚣张啊！不论你走到哪儿，你也只是个实习生。莫欺少年穷。总有一天，我要成为上京首富。检测到宿主上京首富的人生目标，超正经系统正在激活。系统？哇塞，我有系统了！系统，你有什么功能？本系统将助力宿主成为上京首富。鉴于宿主因意外和沈婉柔接吻，超额完成新手任务，将给宿主发放奖励。啥玩意儿？我跟沈总意外接吻算完成新手任务？你这系统好不正经啊！本系统纯天然无公害，请宿主放心使用，奖励预测国内股票走向的能力。那我以后炒股岂不是手拿把掐？成为上京首富指日可待。沈总，其实我是他的部门主管，不好意思啊，我没管住他。哎，不怪你，不是他管不住我，是所有人都管不住我。嘿，你小子！好了，直接开了就是，公司不需要培养这样的实习生。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都死光了。我来公司几个月了，你们居然看不出来我是天才操盘手？你要成绩没成绩，要经验没经验，你也配？配不配？比一场不就知道了吗？我们就比半个小时之内的操盘收益。比就比，我一个总裁助理还怕你一个实习生不成 ？No No No， 跟我比，你还不够格儿。沈总，敢不敢跟我这个实习生比一场？如果你输了，不光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道歉，你还要做我1个星期女朋友。卓不凡，你他妈别给我得寸进尺啊！我和一个实习生比，有什么不敢的？但如果你输了，你不仅要赔偿操盘差额，我还会全上京封杀你。封杀我一个实习生，会有那么重要吗？怎么怕了？一言为定。卓不凡，你现在立刻跪下给沈总认错，或许沈总还能放你一马。如果比赛结果下来了，你就等着被封杀到死的份儿吧。叶助理，你就这么笃定我一定会输？小子，你还不知道吧？沈总当年可是公司的王牌操盘手，收益率高达15%。你一个废物实习生，也配跟沈总叫板？每个账户里都有600万的本金，限时半个小时，收益率高的一方胜。还有什么问题吗？沈总，麻烦你说3个数字吧。
958。好，那我稍后就利用这600万赚958万。大言不惭，半个小时用600万赚958万，就连上京股神赵芊芊都做不到，你一个毛头小子拿什么做到？那如果我做到了，沈总，你就是我的幸运女神。少废话，开始比赛。这就放弃了，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好了，系统出来干活。时间到。哦，恭喜沈总，从600万挣到了700万，收益率高达17%，破纪录了。卓不凡，你的战绩呢？这该不会连5%都没有，甚至本金都亏光了吧？装神弄鬼，我看你这废物能有什么？沈总，卓不凡30分钟，不多不少，刚刚好958万，收益率高达164%。什么？这不可能！不可能，半小时挣958万，分明是踩了狗屎运，蒙对了只是腰果而已。沈总，958这个数字是你随便说的，而我呢，却刚好能赚到958万，这靠的不是纯纯的运气吧？沈总，这次不能算，他这纯粹是赌博，根本不是操盘。规矩是你们定的，电脑也是你们给的。沈总，你这么大个总裁，不会是想赖账吧？卓不凡，你他妈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资格？够了，是我输了，我会提前给你转正，并且把你操盘获得的958万作为奖金打给你。奖金？哎，沈总，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啊？好像我们的赌约不只有这个吧？要不要帮你回忆一下？还要做我1个星期女朋友？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卓不凡，今天的事我记住了，你给我等着。多大的人了，还玩放狠话这次？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股票预测范围扩大全球，未来走势尽在宿主掌握。看来要尽快创建属于自己的公司了。有这样的能力，在股票界，我简直就是不败神话，成为上京首富指日可待。喂，实习的，给你半个小时，把这个项目报告给我做出来。老子跟你说话呢，做报告。哎，你让我帮你做报告，你怎么不把你工资给我一份呢？卓不凡，既然你都要被开除了，不如把工资拿出来，请大家吃一顿。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们脸皮这么厚呢？像你这种屌丝，1没钱，2没能力，3没情商，活该你被开除。开除？谁说我被开除了？就你今天早上冒犯沈总的事儿，足够你被开除无数次。除非你是沈总男朋友，否则不可能留在沈氏集团。他是沈总男朋友，我还是秦始皇呢。沈总怎么挽着这个实习生的胳膊？大声的告诉他们，我是你什么人？男朋友。沈总真的是卓不凡的女朋友？还好你来得及时，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给揪死了。怎么回事啊？
他们以为我被开除了，就合起伙来欺负我。沈总，误会，我们都是开玩笑的。沈氏集团不需要品行败坏的人，你们几个被开除了，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沈氏！谢谢亲爱的帮我出头。应该的，你没事就好。系统任务果然跟沈婉柔挂钩。卓不凡能力不俗，接下来的1周，我得让系统拉个任务进度表，如果想在下周与赵芊芊的对决中获胜，并保全公司股份，抓紧时间在沈婉柔身上多耗点奖励下来。沈总，作为我的女朋友，接下来1周可要好好表现哦。你想干嘛？猜。送给你。你是不是给很多人都送过花？我的花只送给最喜欢的人。没想到他认真起来居然这么帅。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价值3000万的奢华别墅1套。咱们才认识多久啊？你就带我来喝酒？你不是我女朋友吗？嗨，你说我是你女朋友，就是你女朋友啊？那天你在公司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我，是怎么回事？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价值500万的豪车1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医术1级。沈总，贵公司这次的方案我非常喜欢，特别是你身边这位小卓的讲解，简洁明了。沈总，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谢谢你的认可。这样，您先去旁边的休息室稍等片刻，稍后我会带人与您签署合同。好的。卓不凡，这次合作能成功，你功不可没。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个人才？沈总，难道你要因为我的才华而爱上我了吗？谁爱上你了？我只是觉得你很有才而已。哎，那好了，你快出去，我要工作。沈总，出去。不好意思啊，这干嘛呢？给我冲澡呢？不好意思，给你擦擦。这毛巾好像有问题。来人，把他给我带到办公室。你是谁？这是哪儿？为什么要绑架我？醒了？你是谁？这是哪儿？别紧张，我就是好奇，沈婉柔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男人？婉柔她愿意，你管得着吗？如果沈婉柔真的在乎你，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的把你请来？好看吗？再看，下一秒就踩到你两腿中间。你貌似很了解沈婉柔，你到底是谁？我叫赵芊芊，
帝豪集团总裁沈婉柔的大学同学兼死对头。大学毕业后，他继承家业，而我白手起家。这些年来，我们没少爆发冲突。上次我差点就收购沈氏集团，彻底打败沈婉柔。结果突然出现一个人，盘活了沈氏集团。那个人就是你呀，卓不凡。你让沈氏集团的现金流重新运作起来，破坏了我整个收购计划。运气，我只是运气好罢了。运气，30分钟用600万赚了958万，也是运气。周不凡，我对你很感兴趣。既然沈婉柔不在乎，不如入赘我帝豪集团。复古突发特殊任务，任务要求回到赵芊芊，奖励1000万创业资金。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谁要入赘你帝豪集团？我要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成为上京首富。你们干什么呢？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1000万创业资金。周不凡，刚把我抱起来，这么快就把我放起来了，不行！好啊，卓不凡，我带人火急火燎的赶来救你，你在这和赵芊芊卿卿我我。婉柔，是他绑架的我，我发誓，我对他没有半点非分之想。回头再找你算账。沈婉柔，不如你把卓不凡让给我，我就放过沈氏集团，并且再追加51个项目给你，怎么样？不可能，卓不凡是我沈氏集团的员工，我就算交出公司的1半股份，我也绝不可能把他交出去。他居然真的会为了我放弃公司的利益。好啊，那我们就按照之前的约定，以沈氏集团1半的股份作为赌注来比一场。比就比，我一定会保住沈氏集团的股份。本次比赛的规则是在30分钟内预测全球股票股市的涨跌，准确率高者胜。周不凡，我知道你对国内的股市非常了解，但这次的比赛可是全球股票市场，你能行吗？这就不劳赵总费心了。既然答应了沈总，那我就一定会保住沈氏集团的股份。不自量力。比赛开始。完了，我不会呀！系统，出来装逼了！时间到。帝豪集团赵芊芊，本次预测股票30只，正确率85%。沈氏集团代表卓不凡，本次预测股票100只，正确率100%。太好了，卓不凡，咱们赢了！卓不凡，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个成绩真是不服都不行啊！沈婉柔，这次的比赛是我输了，沈氏集团1半的股份你拿回去吧。我早就说过，我一定会赢。但是，周不凡，
你再一次刷新了我对天才的认识。我再次邀请你加入帝豪集团，岗位随你挑，薪资也绝对比你现在的高。赵芊芊，你给我离卓不凡远一点，他是我沈氏集团的人。周不凡，只要你愿意加入帝豪集团，如果你想要我，我也可以答应你哦。赵芊芊，你要不要脸啊？你给我放开他！周不凡，只要你愿意加入帝豪集团，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哦，我什么都愿意做。周不凡，只要你愿意留在沈氏，他赵芊芊能给你的，我一样可以给你。沈总，怎么连你也？检测到宿主陷入修罗场，现颁布新任务，拒绝沈婉柔和赵芊芊的招纳，单一个西格玛男人奖励5000万的创意基金和一家500人的新公司。这下创业资金完全够了，为别人打工一辈子都成不了首富，我必须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我不能答应你们，因为我要自己开公司，自己当老板。因为我要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卓不凡，你为什么突然想离开公司啊？是不是因为我上周诬陷你的事儿？如果是因为这个，我愿意再次向你道歉的。沈总，不用跟我道歉，我早就原谅你了。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啊？因为为别人打一辈子工，也成不了首富，而我的目标是成为上京首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100万创业资金和一家500万的公司，稍后会有人联系宿主接受。告辞，告辞。沈婉柔，看来卓不凡对沈氏集团也没什么归属感吧？不行，卓不凡为了公司帮了那么大忙，就算他以后不在公司了，我也一定要好好报答他。帅哥去哪儿呀？要不要姐姐送你一程？赵总，您这是何必呢？我打算自己去创业，肯定不会加入帝豪集团的。谁说我是来邀请你加入帝豪集团的？姐姐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吗？那赵总您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不凡弟弟要创业，但创业初期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公司不仅缺乏成熟的项目经验，更重要的是拿不到像样的项目。但是姐姐这里刚好有一个机会，不仅能让你拿到高质量的项目，还可以让你结识到上京知名的企业家。不知道不凡弟弟感不感兴趣？不凡弟弟感不感兴趣啊？感兴趣，赵总，你就快告诉我吧。叫声姐姐来听听。姐姐，哎呀，这对我们初创公司真的很重要，您就告诉我嘛。1个月后呢，上京会召开一个大型招商会，我这里呢刚好有额外的名额，可以带你一起去，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上京知名的企业家。那代价呢？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招商会上有一块地皮，我希望弟弟帮我拍下，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吧？如果只是拿下一块地皮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以，到时候就用名片上的电话联系姐姐。不凡弟弟，记得好好准备哦，姐姐期待你的表现。等等，卓不凡，我也可以带你进招商会。沈婉柔，项目已经归你们公司了，你怎么还要跟我抢卓不凡？我不管，卓不凡是我沈氏集团的员工，要去招商会也是跟我一起去。嘿，沈婉柔，你这么护着卓不凡，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怎么可能？卓不凡帮了我们沈氏集团这么大忙，我报答他是应该的。嘿，卓不凡，你选，你到底跟谁一起去招商会？我。
这么大的排场，又是哪位大佬来谈生意了？卓总，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带您回公司。卓总，我吗？当然，我是您的秘书陈向晚，特地接您回公司的。我去，居然还有这种大美女给我当秘书，系统牛逼！陈秘书，你来的简直太及时了，咱们一块儿回公司吧。卓总，这边请。沈总，赵总，我就先回公司了，你俩慢慢聊。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啊！不仅送了我一家这么大的公司，还有5000万的流动资金，天户开局啊！卓总，公司本季度总营收共2000万，这是各部门主管总结的公司具体情况，您看一下。不错，各位的工作我很满意，接下来就按照我说的方向逐步推进。是。卓总，既然没有其他问题，就请您为公司取个名字吧。就叫卓越公司。公司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备战1个月后的招商会，务必拿下高质量项目。是，卓总。不乏弟弟1个月不见又变少了，来，让我瞧瞧。赵总，1个月不见，你变得更漂亮了。赵芊芊，这里是招商会，能不能自重一点？不是你的帝豪集团。沈总，赵总，要不咱们先入会，招商会的项目要紧。卓总的女人缘真好啊！这不是赵总和沈总吗？好久不见，二位又漂亮了。这不地产龙头邵氏集团继承人邵小刚吗？出了名的纨绔子弟，经常仗着公司欺男霸女。不知道两位美女今晚有没有兴趣陪我喝一杯啊？不好意思，邵总，我不太舒服。我没空。既然两位美女不愿意给我邵某人这个面子，那今天晚上的项目你们一个都别想带。招商会各凭本事，就你还想拿走全部的项目，痴人说梦。不好意思啊，沈总，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晚上有个项目，作为的赵总帝豪集团很重要吧？我要不要也一起拿下呢？哎，刚刚怎么没有发现这里居然还有这样的美人啊？有没有兴趣陪我喝一杯啊？别拿你的脏手碰我的助理。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上京混不下去。卓不凡是我邀请来招商会的，你没资格赶走他。卓不凡也是我邀请来的。我说了，二位为什么不愿意搭理我？原来早就心有所属啊。不过为了这种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小瘪三出头，真的值得吗？检测到宿主遭遇纨绔刁难，现在颁布新任务，任务要求打脸邵小刚，任务奖励将根据宿主打脸的程度而定。值不值得，关你屁事！你一个邵氏集团的负责人，成天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些龌龊事，说不定哪一天就嘎巴一下死床上了。今天我不光要帮沈总和赵总拿下他们最需要的项目，我还要拿下全场价值最高的项目，狠狠地打你的脸。不凡弟弟真是太厉害了，居然真的为了给姐姐出头怒骂邵小刚，姐姐真的越来越爱你了。哈哈哈哈！周不凡，我没想到你一个小小初创公司的总裁，居然敢对我出口狂言。既然你这么有种，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有什么不敢赌的？说吧，赌什么？那咱们就赌看谁能在招商会上拿到价值更高的项目。输的人要在全部宾客面前给对方下跪磕头道歉，并且永远退出上京的商业圈。不凡，我感觉这里面有诈，你别答应他。邵小刚虽然是纨绔子弟，但他貌似是哈佛经济学博士毕业的，我们还是谨慎些比较好。放心，我自有分寸。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希望结果出来之后不要耍赖皮。我邵小刚从不赖账，
况且你一个初创公司的愣头青是没有可能赢我的，你就等着下跪磕头道歉，然后滚蛋吧。走吧，我们也找座位坐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上京招商会。本次招商会的竞标方式相较于以往有所改变，项目会依次列出，每个公司选择心仪的项目，并写下定价与目标收益率，与主办方的标准答案最接近的公司将获得优先选择权。现场预估定价和目标收益率，怎么参加招商会像来考试一样？王助理，现在立刻让咱们公司财务会来加班，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检测到宿主参与招商会，现在颁布新任务。任务要求让赵芊芊和沈婉柔两人主动倾诉主一下将解锁洞悉商业项目详细信息的能力。系统，你来的的确及时，他这个任务……现在还是在招商会上，你让他俩主动信我，这道德在哪里？底线在哪里？方法又在哪里？我邵小刚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计算这些东西简直易如反掌。我还劝你还是趁早认输吧。早就听说邵公子是个才情出众的高材生，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邵氏集团一直是我们这些人学习的榜样，希望以后能与邵公子多多交谈，多多合作呀。好说，好说，别着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下面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请看大屏幕。不凡弟弟，这个地皮对我帝豪集团来说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帮我拿下这个项目。帮赵总拿下这个项目，当然没问题。但是我今天有点不得劲儿，沈总跟赵总能一块亲我一下就好。我是没问题的，沈婉柔，你就亲一下就好了。你说什么呢你？你就帮我这一次好不好？我发誓以后绝对不和你作对了。这里可是招商会，而且我凭什么帮你啊？我的项目还指望他呢，而且你不也得让他给你预估项目价值吗？不好，我这身上实在是不得劲儿啊，怕是待会儿估不准项目价值。要是有个美女总裁能够亲我一口就好了。邵芊芊亲你不就够了？这一个恐怕是不太够呀。那亲一下就能好吗？可以了吗？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商业项目详细信息的能力。赵总，这个项目的定价是1000万，目标收益率110%。不凡弟弟，我爱死你了。沈总，这个项目的定价是2300万，目标收益率70%。谢谢你啊，不凡。接下来是本次招商会的压轴项目——人工智能。这个项目的目标收益率还有定价都非常不错，就这个了。周不凡，你这个愣头青算得明白这个项目的定价和目标收益率吗？不会到最后还得靠抄袭周围的答案吧？还在这装高冷。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坐在那儿卓不凡虽然自称是卓越公司的总裁，但其实就是一个被沈氏集团扫地出门的废物。还有这事儿？可想而知，卓不凡创立的卓越公司肯定是一个垃圾公司。想与卓越公司合作的老板们可要擦亮眼睛了。亏我之前还觉得这个卓越公司势头挺猛，还想跟他们合作来着，原来就是一垃圾公司。卓总，再这样下去，我们公司的名声都被邵小刚带坏了。事实胜于雄辩，答案还没公布呢，你怎么知道谁才是废物？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主持人，给我优先公布人工智能项目的定价和目标收益率。本次人工智能项目的定价为5000万，目标收益率为5%。
邵小刚的答案为定价4500万，目标收益率为550%。邵公子好厉害，这和标准答案相差无几呀！就是邵公子一看就是真才实学的人，不像某些人只会动动嘴皮子。喂，小瘪三儿，看见了吗？我的成绩是你一辈子都无法超越的，现在给我跪下磕头道歉。我的答案还没公布出来呢，你怎么就知道你赢定了？不见棺材不落泪。主持人，给我大声的把这个废物的答案念出来，让大家好好看看他和我的差距。卓不凡的答案为定价5000万，目标收益率为500%，与标准答案一模一样。卓不凡，你也太厉害了，居然预估的跟标准答案分毫不差，简直就是商业之神。卓不凡，我现在越来越后悔没有把你绑到帝豪集团了。帝豪集团要有你这样的员工，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卓总可是我们卓越公司的总裁，商业眼光和商业嗅觉无人能敌。不可能！卓凡一个废物，他怎么可能预估了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他一定是作弊！邵公子，本次招商会全程监控，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可以自行调取监控查证。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主办方事先被沈婉柔和赵倩倩那两个贱人，还有那个叫卓不凡的小白脸给收买了？本次招商会由陈氏集团主办，请问邵公子觉得上京谁有能力收买陈氏集团呢？什么？陈氏集团？这次的主办方居然是陈氏集团，就是那个涵盖了商界各行各业的商业霸主吗？如果陈氏集团是主办方，那确实没有任何作弊的必要啊！毕竟连邵氏集团在陈氏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不好意思，邵公子，你输了。现在你应该兑现承诺，给我跪下磕头道歉，然后永远滚出上京的商业圈了。不过就是走狗屎运蒙对了一个答案罢了，让我下回给你道歉，你这个废物还不配！是吧，邵公子，你不想认账是吧？邵小刚，你作为一个商人，竟然出尔反尔，真是给我们上京的商人丢脸。毕竟人家可是邵氏集团公子哥，出了名的纨绔富二代，出尔反尔、仗势欺人的事儿做的还少吗？真是不要脸！各位老板们，邵氏集团的继承人邵小刚跟我打赌，输了之后却公然反悔，大家以后跟邵氏集团合作可要留点心眼儿。如果邵氏集团都是邵小刚这个德行的话，那我可要慎重考虑一下合作的事情了。王助理，立刻暂停与邵氏集团的一切合作，等我回去再说。这么一对比，这个卓越公司的卓不凡，无论是商业眼光还是商业道德，都比这个邵小刚要好了不少呀！都他妈给老子闭嘴！我可是邵氏集团的继承人，老子想赖账就赖账，你们一群拉筋的马老子怎么样？如果是老夫人，陈叔叔好。沈总，这位是上京商业霸主陈氏集团董事长陈松，也可以说他就是你所追求的目标——上京首富。原来这就是上京首富的样子，果然够霸气。小刚，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嚣张跋扈了呢？陈叔叔，我都是那个卓不凡。不用解释，我刚刚在监控里看得很清楚，你不仅在我的厂子里作威作福，还打算在我的厂子里当众毁约是吗？你在外面如何嚣张跋扈，我管不着。这是我陈氏集团的招商大会，必须得守规矩。现在去跟卓不凡实现你的赌约，要不然滚出我的招商大会。完成赌约，否则就滚。我错了，我不该瞧不上你。至少还没错的无药可救。不过你邵家之前与我陈家提亲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恭喜宿主完成打脸邵小刚的任务，奖励武力值提升至人类巅峰。
这下以后见到不讲道理的人，也可以跟他讲点目的。今天的招商会到此结束，各位的项目预测成绩稍后会有专门通知，请各位就绪离场吧。陈老再见。陈老好，你就是卓不凡吧？确实是个好苗子，有老夫当年的风采。陈老，没有在了。不用谦虚，人工智能项目的定价和目标收益率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预估出来的，更何况他们2人的心仪项目的目标和目标收益率也是你预估出来的吧？同样是分毫不差。运气好罢了。不骄不躁确实是个好品质，比邵小刚那小子强多了。不过我听说你的目标是成为上京首富。陈老，这您是怎么知道的？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这里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更快的超越我，成为上京首富，想不想了解一下？成为上京首富，想不想了解一下？陈老，我确实是想成为上京首富，但我是不会出卖身体的。卓不凡，你说什么呢？陈老怎么可能是那个意思？快点给陈老道歉。没事没事，还是年轻人的思维跳度高啊！我确实对你感兴趣，不过不是对你的身体，而是对你的人。我吗？众所周知，我陈氏集团到现在都没有继承人，是因为我唯一的孙女对继承陈氏集团的继承人非常抗拒。她现在正一心一意追求着自己的事业呢。但我年纪大了，也该退了。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孙女婿，入驻我陈家，继承陈氏集团。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孙女婿，继承陈氏集团。陈老，这不合适吧？我跟你的孙女素未谋面，就这么直接订婚？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就说愿不愿意吧。卓不凡不会真的答应陈老吧？陈老，虽然我的目标是成为上京首富，但是我是不会答应你的。为什么？我陈氏集团在上京可是龙头集团，这你都不答应？您当初成为上京首富的时候，也不是靠入赘别人吧？而我的目标是超越您，成为上京首富，又怎么可能成为您的孙女婿呢？好，不愧是我看上的人，我很期待你在未来能超越我。人工智能项目我就送给你了。多谢陈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卓总，我们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咱们先回去吧。卓总，自从咱们上次人工智能项目投产后，公司的营收就持续走高。本季度公司的营业额更是突破了10亿大关。不错，那大家该休息的休息，该发奖金的发奖金。这段时间辛苦了。好嘞。这段时间的发展感觉非常顺利，系统的出场机会都变少了。不过，最近和沈氏集团的一个合作项目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沈氏集团，陈总那边出什么事儿了吗？这我也没有打听到，只是沈氏集团的项目已经停止1周了，再这样下去，项目一定会延期的。行，我明天亲自去看一下吧，刚好有段时间没有拜访过沈总了。好久不见，沈总。不凡，都说了以后叫我名字就好，你已经不是沈氏集团的员工了，不需要再叫我沈总。这不是叫习惯了吗？不凡，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沈氏了？我听向晚说，我们之前共同开发的项目，现在突然停滞了，所以过来看看什么情况。确实出了一些问题，不过我能解决，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在项目周期内。婉柔啊，快出来接见小公夫妇。婉柔，你这是？石婉柔，你耳朵聋了吗？叫你半天都不答应。你要是敢怠慢邵氏集团，我今天饶不了你。邵氏集团怎么在沈氏集团还能听到这个名字？爸，
我说了，我是绝对不可能嫁给邵小刚的，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您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你懂什么？只要能登上邵氏集团这艘大船，咱们沈家就能在上京跻身一流世家，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好机会呀！所以你就要把我卖给邵氏？沈小姐貌似非常不情愿嫁给我们邵家。怎么会呢，亲家？婉柔只是比较内向，这孩子们都年轻，多相处相处就好了。哼，这八字还没一撇，就着急叫亲家攀关系。看来你们小家族就是没教养啊！我儿子如果不是被陈氏退婚，哪轮得到你们沈家这种小家族？邵总，我错了，我错了。楚不凡，你怎么在这里？我来这儿跟婉柔核对项目进度。邵公子，有什么问题吗？爹，这个卓不凡就是导致我在招商会丢脸的罪魁祸首，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原来你小子就是卓不凡。邵总，这赌约是你儿子立下的，他输了以后遵守赌约，磕头道歉，这也是天经地义嘛。好一个天经地义！你小子看着老实巴交，实际上也是嘴皮子耍得厉害。爹，你快帮我报仇啊！够了，毛毛糙糙成什么样子？别忘了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沈家主，我们这次来沈家，主要是想说一下邵小刚和沈婉柔的婚事的条件。您说，这第一，沈婉柔必须在婚后为我们邵家留下一男一女2个孩子。这第二，邵小刚无论在外面做什么事，沈婉柔都无权过问，当好一个花瓶就行。这第三，沈家需要将沈氏集团交给我们邵氏集团，杜绝一切额外的商业活动，包括这位卓不凡先生的合作项目。你想都别想，这和直接把沈氏集团送给你们有什么区别？更何况，我是不可能嫁给邵小刚这种人渣的。沈庆，你女儿好像很不听话呀，这样没教养的样子，我们邵家可是不会要。住嘴！怎么跟长辈说话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让你嫁给谁，你就得给我嫁给谁。沈清，我才是你女儿，你难道看不出他们在想什么吗？他们就是想分配沈氏，再把我拐回去当一个生产工具。那又如何？只要能登上邵氏集团这艘大船，就能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所以，你必须给我嫁给邵小刚。沈清，你就是个畜生，活该当年我妈与你分手！你给我住嘴！给我住嘴！卓不凡，你给我放开！我教训我自己女儿，关你什么事？沈清，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父亲。检测到宿主卷入冲突，颁布新任务。任务要求解救沈婉柔，使其摆脱被逼婚的命运，奖励未来5年风口行业的信息。卓不凡，你一个小小的公司总裁，凭什么在这里教育我？赶紧给我滚！不凡，你先走吧，你别管我了。你个卖女求荣的畜生，我打你一拳都算轻的。这种情况，任何人看到了都不会不管，更何况我才是沈婉柔的男朋友。我才是沈婉柔的男朋友。不凡，你说什么呢？放轻松，看我表演就好。沈清，这什么情况？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我们邵家可不会要一个别人玩剩的二手货。邵总，你别听卓不凡在这里胡说八道。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你查清楚。卓不凡，
你别他妈在这胡说八道！我们家婉柔从小到大都没有男朋友，更不会看上你这个废物。像你这种把女儿当工具的父亲，怎么会了解女儿的生活呢？牙尖嘴利，我才懒得跟你废话。保安，把卓不凡给我轰出去，以后禁止他踏入沈氏集团内。看来沈氏集团也不是一无是处嘛。先把他给我揍一顿，再给我扔出去，我就原谅沈婉柔之前的无礼。太感谢你了，少公子，我这就帮你教训这卓不凡，给我狠狠的打，只要打不死，怎么打都行。不凡，你就快走吧，你别管我了。婉柔，如果连2个保安都对付不了，我怎么当你男朋友？卓不凡，你竟然还敢反抗！咋的？你被打了就喜欢受着呗？那你让我打2拳玩玩？啊！我可是长辈，怎么跟你这个晚辈一般见识？现在知道自己是长辈了。刚刚卖女求荣，对着邵氏点头哈腰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只千年老王八。你爹，咱们不能这么容易就放过卓不凡的。你看他那个样子，这哪是对沈庆不敬，这分明就在打你的脸呢！哼！年轻人，我劝你不要太气盛。年轻人不气盛，还能叫年轻人？你在这装什么人生导师呢？识相的话，就赶紧带着你那个废物儿子滚，不要成天打我女朋友的主意。你他妈怎么跟我爹说话呢？你那个什么卓越公司，我邵氏集团一脚能踩死！现在立马下跪跟我爹道歉，否则我就让你们卓越公司彻底消失！哎，父亲，您别拦着我，他骂我就算了，他还敢骂您，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我让你闭嘴，没听见吗？沈庆、邵小刚和沈婉儿的婚事就此作罢，告辞。别啊，邵总，你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改都可以。这小刚跟婉柔这2个孩子这么般配，你可不能放弃这门婚事呀！小子，这次的事我们邵家都记住了。只要你们不来惹我，比什么都管用。邵总，你等等我！终于把那些人送走，真是。恭喜宿主完成所有任务，奖励未来5年风口行业的信息。婉柔，你这是干什么？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卓不凡，接下来我问的问题，你要认真回答。啊？这是什么战后复盘吗？你给我认真一点。好，你问吧。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你之前不就是说看不惯你那个畜生父亲吗？所以我就帮你一点小忙了。可我之前明明还诬陷过你，你还愿意帮助我吗？婉柔，以前那些小事儿我早就不在乎了。而且沈氏集团跟我们卓越集团是紧密合作的伙伴，我怎么能不帮你呢？他这样说，只是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吗？那你刚才说你是我男朋友的事，还算数吗？那你刚才说你是我男朋友的事，还算数吗？那不是为了应付邵氏集团还有你父亲的说辞吗？要不然咱俩能这么快脱身吗？我说你是我女朋友，冒犯到你了？没有，怎么会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不用谢，谁让我天生就乐于助人呢？低调，低调。行了，别臭美了，我一会儿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好，有问题记得给我打电话。
卓不凡，我不会放手的。就算你现在还没有爱上我，但总有一天，我要你亲口说出我是你的女朋友。爹，咱们真的就让卓不凡在咱们头做作威作福吗？哼，当然不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现在的卓不凡有陈氏集团护着，我们绝对不能和他硬碰硬。那我们怎么办？我反正受了卓不凡那个嚣张样子，他敢让我在上京那么多社会名流面前给他下跪，我一定要他死。罢了，谁让你是我儿子呢？这事我来想办法。爹，你有办法治他？他卓不凡不过是个蝼蚁罢了，我不仅能踩死他，还能让整个陈氏集团覆灭。到时候整个上京都会为我们邵氏集团独尊。喂，婉柔，怎么了？是项目出什么问题了吗？不是，是卓越集团与沈氏集团的项目在上周已经顺利结束了，所以我打算办一个庆功宴，时间就定在本周3，想邀请你参加。周3，夏婉，周3我是不是要跟张协先谈个项目？是的，卓总。推掉。啊？你说什么？我说给我推掉。推掉？那项目怎么办？向晚，周3那天麻烦你帮卓不凡去谈项目。如果赵芊芊有什么异议，让她直接来找我。好的，沈总。好了，就这么定了。卓不凡，你要是敢不来，你就死定了。哎，这人我又没招他惹他，干嘛挂我电话？哎，对了，向晚，你不是我助理吗？怎么帮他说话呢？因为卓总，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木头。哎，师傅，你这个再往外一点。好的，好的。哎，对，就这样，完美。待会儿拿屏风挡一下就行，辛苦了，师傅们。孙助理，你觉得我这一身怎么样？太美了，沈总，简直就像童话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我要是个男的，绝对会是沈总最忠实的舔狗。就知道贫嘴。啊，对了，表白场景布置的怎么样了？放心吧，沈总，非常完美。好，如果这次成了，回去就给你加工资。谢谢沈总，爱你。这办宴会怎么能少得了我邵家？邵建设，你来干什么？我可没记得给你发过宴会的邀请函。沈总办这个宴会是为了庆祝你们沈氏集团和卓越公司的项目合作顺利吧？那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从我们邵氏手里抢走的，我当然有理由参加。真是不要脸！按照你的说法，岂不是上京的所有商业项目都得归你们邵氏集团管？以前或许不会，不过今后整个上京都由我们邵氏说了算。说大话谁不会啊？没想到邵氏集团董事长跟自己儿子一个德行，都是些信口开河的人。没事儿，一会儿你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在说大话。什么？怎么了，孙助理？沈总，刚刚接到公司那边的电话，咱们沈氏集团的股票下跌了30%，瞬间蒸发了150亿。什么？沈总，刚刚接到公司那边的电话，咱们沈氏集团的股票下跌了30%，瞬间蒸发了150亿。什么？这不可能！我们集团的股票明明一直都是涨势，为什么今天？邵建设，是你干的！算你还不傻，你现在知道我有没有在说大话？沈总，不光是咱们沈氏集团，上京其他大型企业，除了邵氏集团，股份全部都在下跌，而且根本没有停下的势头。陈氏集团的股票也在下跌。邵建设，
凭你一个邵氏集团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些，你背后到底是谁？你还没有资格知道这位大人物的名讳。现在，整个上京所有的企业负责人都已经被我控制，就剩你们沈氏集团和什么狗屁卓越公司。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要覆灭你们沈氏集团了，不然我也不需要亲自跑一趟。来人，给我绑起来！你敢？孙助理，马上去报执法队。那你怎么办，沈总？我自有办法，快去！你这小助理也不行啊，丢下老板一个人跑啊！把他给我绑起来！婉柔，婉柔，沈婉柔，沈婉柔，婉柔，没想到你自己还主动送上门啊！也好，省得我再白跑一趟。邵建设，你到底想干什么？赶紧把婉柔给我放了！哼，我想干什么？当然想送你们这对苦命鸳鸯上路！给我动手！看来上次在沈氏集团的办公室，你还是留手了。我早就料到你没那么好对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个对手。这就是太缅国的第一杀手，刀皇。这死在他手里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作为你的对手，刚刚好。检测到宿主陷入危险，颁布新任务。任务要求击败刀皇，奖励牵制高数。牵数？系统，你有没有搞错？我现在马上要被这个刀皇砍死了呀！年轻人，不讲武德。这叫兵不厌诈。没想到啊，你连刀皇都能打败，是我小瞧你了。不过我有枪，你站住，不然我就打死他。这玩意儿可不常见，你在哪儿搞到的？这玩意儿可不常见，你在哪儿搞到的？你管我在哪里弄的？罗不凡，你还是太年轻了，真以为我面对你这个怪胎不会留后手啊？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至高剑术。系统，咱们就不能奖励点实用的能力吗？就比如说控制钢铁的能力，我现在需要救人呢。提示一下，宿主已拥有最高武力值和至高剑术，可以尝试将其组合。组合？我组合。哎，有了。卓不凡，你最好别耍花样，否则我一拳打死他。邵总，你有枪在手，对吧？咱有话好好说嘛，别动不动就开枪啊！谅你也不敢。上次在沈氏集团办公室对我大呼小叫的，没想到有一天被我用枪指着吧？这不是小孩子嘛，不懂事儿。那个我就随便说着玩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呗。现在知道错了，我今天不仅让你们俩亲眼看着自己的公司倒闭，我还要送你们2个一起上路。错？我错哪儿了？还嘴硬是吧？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他？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他？
卓不凡，你怎么来了？你快走！少建设带人把我绑架了，你打不过他们的。放心，那几个臭鱼烂虾早就被我打趴下了。你看，少建设那个老登儿躺在地上呢，哎，没受伤。那现在就轮到我们来审问这个老登究竟要干什么。哼，老登，你貌似很不服啊！哼，卓不凡，我劝你马上放火，否则，杜凡，我错了，我错了。你少了会儿。原来你知道好好说话呀！说，你是怎么同时控制上京各大老板的？你背后的人究竟是谁？老邓，你最好老实交代，否则巴掌可不长眼哦。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我的家人和儿子都被监视着，我如果说了，他们都得死啊！看来少建设是跟某人达成了合作，为了防止他反水，连老婆孩子都让人给控制了。那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控制这些老板的？就跟你们一样，把他们绑起来，关在一起了。关在哪了？这不能说，这不能说，那也不能说。老邓，你要死啊！他确实该死了。他确实该死了，办事真不利索，还得我亲自出马。你究竟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威廉，欧姆财团的负责人，也就是少建设身后的人。欧姆财团，那个白英国最大的财团，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夏上京？难道……你很聪明，沈婉柔小姐，就像你想的那样，这些都是欧姆财团对上京的渗透。所以你们的计划就是先利用资金致使上京各大企业股票下跌，在人们将注意力放在股票上时，再悄悄将这些老板控制起来，是吗？没想到沈婉柔女士仅仅通过这些就能推断出我的手段，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当初跟我合作的要是沈女士，那该有多好啊！你做的这些，难道就不怕被大夏国知道吗？被发现？提醒你一下，距离整件事开始才不到1个小时，人们都在急着抛售股票，谁又会注意这些老板们的生死呢？而且，整件事儿现在最大的变故就是你们俩。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我就更不能留你们了。我已经让孙助理去通知执法队了，他们应该很快就来了，咱们只要拖延一下时间就好。检测到宿主陷入危机，现在分布新的任务要求击败威廉，将其绳之以法，奖励至高1数。等一下，你们想要的真相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你到现在不会还要向我求饶吧？我不是求饶，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我听说白英国有一个传统，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矛盾，就会采取对决的方式，一决胜负。我想与你有一个对决的机会。你懂的倒是挺多，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说吧，你想怎么玩？那你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如果我赢了，你就放走沈婉柔。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就凭我知道，
未来5年，各行各业的风口啊！我调查过你，上京近来新兴崛起的企业家，成名之路未成一半，商业眼光更被人形容为天下无敌。也没有那么好啦，低调，低调。别人如果过谈风口，早就被我一枪打死了。你说的风口，我倒是有点兴趣。我答应你的，小姐。现在告诉我，你想跟我玩什么？咱们就比扑克牌。哦，你想跟我比钱数？你可知道我们欧姆财团的支柱产业是什么？是博彩业。你一个大下人跟我比钱数，你是打算直接认输了吗？现在认输还为时尚早吧。咱们也不玩复杂的，就玩比大小。比大小？待会儿我把扑克牌全部抛到空中，咱俩各凭本事，取到点子大的为胜。不凡，你会签数吗？咱们要不换一个比吧，就比你最擅长的股票。来不及了，而且他调查过我，他肯定不会跟我比股票，咱们只能在他擅长的领域跟他比。可是，放心吧，我一定能赢。准备好了吗？很不幸，幸运女神没站在你那边，除非你拿到黑桃 A， 不然你就输定了。谁说我一定就输了？恭喜呀，卓不凡先生，你赢得了我们的对决。没想到你不仅股票玩得好，这玩牌的技术也是世界一流。你这些本事都是谁教你的？哪有什么老师嘛，都是我的努力与汗水呀！你说是就是吧？那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你放沈婉柔出去。放人？放什么人？咱们之前可是约定好了，如果我赢了，你就放沈婉柔离开。卓不凡先生，你不会真以为我会放你们任何人出去吧？我不过是逗你们玩，你还当真了？现在我玩够了，是该送你们上路了。婉柔，婉柔，再坚持一下，迟早就马上就到。婉柔，卓不凡，对不起，我不该邀请你来参加庆功宴，是我连累了你。说完了，抱他提了邀请。我说，其实我今天是想跟你表白的。你看，好，我看到了，很好看。我说，卓不凡，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要嫁给我要，该结束了，去死吧，卓不凡！我说，去死吧，卓不凡！威廉，你涉嫌故意杀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婉柔，
沈总，你怎么样？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至高医术。系统，赶快给我的沈婉柔使用至高医术，快！没问题，宿主。沈婉柔，我一定不会让你这样死去。至高医术，给我起！老婆，你说你预产期都快到了，怎么还老喜欢往公司跑？沈氏集团那边我让向晚帮忙看着，不会有问题的。沈氏集团可是我的心血，我来看一眼都不行吗？但是你肚子里怀的也是咱俩的心血，当然得小心一点。我这不是怕咱们的上京首富每天忙得没边，想着过来帮你分担一点嘛。好，能娶到沈总这样的好老婆，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美的你！不对劲，好像要生了。走，带你去医院。快！